人类本身就有无穷的探索欲，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母星地球上，因为太阳的寿命是有限的。探索广袤的太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火星可能就是我们的第一站。如果科学家选好了火星上的最佳位置，准备建一座火星别墅，那问题来了，拿什么建？火星上没有树可以砍来做木屋，没有篝火能点来取暖，更没有野兔跑过来给你加餐。火星死寂一片，所以人类如果真要在火星扎根，就不能指望地球快递送砖送网。发射窗口2年才开一次，每次要烧掉几亿美元，根本不可能无限制运输。于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关键思路：就地取材，用火星本地的水、二氧化碳和土，搞定生存所需。2006年，火星基金会的布鲁斯·麦肯齐提出了家园计划。他的设想是先把基地建在山坡里，说白了就是从山坡里掘洞，有点像陕北的窑洞，一方面能防辐射，另一方面还能少挖坑省力，外加几台小型核反应堆提供稳定电力，再配上炼矿制氧造反料的设备，把火星的土特产变成氧气、燃料和建筑材料。那建筑材料从哪儿来？火星的土就是一大宝库。科学家设想用窑炉把土烧成砖，再加点玻璃纤维强化，就能搭温室、仓库甚至储罐。但光靠砖还不行，还得造玻璃。没有玻璃就没有温室，没有温室就没有粮食。人类不可能一直靠地球运粮，只能自己种。然而 NASA 的科学家林恩·洛斯柴尔德提出了更疯狂的点子，用真菌长房子。他带队研究所谓的真菌建制学，操作方式很像在火星播种，先带去一个框架，再放上一种虚棉真菌，加点水，它就能在框架上疯长，最后形成一个密封能加压的空间。团队甚至已经成功做出真菌砖，证明这个点子不是空想。所以未来火星殖民地的画风可能是这样的：一半像荒野求生，用土烧砖；一半像超级马里奥，靠蘑菇长出家园。在北海的油井平台上，工程师们发现了一个怪事儿：天空忽然飘来一大团小黑点儿，落下去仔细一看，看起来像嗡嗡作响的苍蝇大军。他们像是开了个集体午休会，趴在平台钢架上不动几小时，然后齐刷刷再次起飞，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别急着嫌弃，这些不是普通的讨厌苍蝇，而是条纹花里带劲的石雅蝇。它们常常被误认为是黄蜂，但其实是自然界的隐形英雄，也就是说是一种益虫，一边啃植物上的蚜虫，另一边帮忙传花授粉。科学家甚至称它们是仅次于蜜蜂的2号授粉冠军。一个冷知识，它和蜜蜂不同，石雅蝇是旅行家，动辄几百公里的长途飞行一点都不稀奇。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它们身上的花粉，发现这些小飞行员能带着来自500公里之外的花粉抵达北海油井。想象一下，他们可能从欧洲大陆的花丛出发，飞过大海，在油井平台上歇脚，然后继续向北漂泊，最终飞到挪威去度夏。更神奇的是，它们的迁徙不像燕子那样一代飞到底，而是接力赛。每只石雅蝇的寿命只有几周，它们一代代轮班，慢慢把种群迁徙到几千公里之外。至于能量消耗，它们靠体内碳水和脂肪燃烧来驱动。休息时就像手机找插座充电，油井平台正好成了临时休息站。科学家还发现，它们身上带的花粉种类超过100种，从欧洲常见的荨麻、接骨木到绵延草地的棉枣儿，应有尽有。这说明石雅蝇的授粉菜单超级广，生态作用不可小觑。唯一的问题是，花粉飞了几百公里后，还能不能继续授粉？紫外线和环境可能让它失去活性，这正是科学家接下来要验证的。这项研究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民间科学家的故事。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工程师克雷格，不仅每天和钢铁和油石打交道，还拿着小试管亲手收集这些落在平台上的小飞行员寄给科学家。
后来甚至带动了临近油井的朋友一起参与，让科研和业余观察连成了一张奇妙的合作网。原来北海油井上空的奇景，不仅是工业和自然的交汇点，也是一场跨越大陆的昆虫史诗。下次要是你在海上看到重云，或许正见证着一场微型的空中大迁徙。森林里的冷兵器不是刀剑，而是树枝。松树、云杉、冷杉这些针叶树靠着一肚子黏糊糊的树枝抵御外敌。树枝里有一类关键的化学武器——阿尔特类化合物，它们能把蛀树皮的甲虫和真菌逼得连夜跑路。科学家们发现，这些阿尔特类化合物不是一次性发明的，而是分2批上线。有些早在3亿年前就诞生了，比现在的松树形态还早；另一些则是后期独立研发，可能就是为了应付那些刁钻的天敌——树皮甲虫。研究团队通过复活远古版本的酶来探寻这些化合物的进化史。他们先把古老的基因片段导入细菌，让细菌帮忙制造酶，然后再测试这些酶能产出哪些化学物质。结果显示，树枝就像一道混合菜谱，有些调料是古老秘方，有些是后世新添。为什么有的防御要拖到几亿年后才出现呢？这和一个叫基因互作效应的机制有关。就像盖高楼必须先打好基地，某些新功能必须等前期的基因变化一步步铺垫好，才能突然冒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树种会各自独立地发明出相似的防御武器。如今，针叶树树枝里的钴金配方一起上阵，正好对应现代的敌人。树皮甲虫和它带来的真菌双重威胁，可不是光靠一种化学物质能解决的。树木的防御力就取决于这份跨越时空的混搭麦餐。下次你在松树林里深吸一口带着清香的空气，别忘了这味道背后藏着3亿年的战争故事。如果说宇宙是个巨大的舞池，那行星和卫星就是领舞者，而飞船只能算是跟着节奏的小舞伴。可是，在行星和卫星之间有几个神秘舞台——拉格朗日点，这里的引力刚好平衡，让飞船能像魔术一样悬停或绕出奇妙的轨道。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拉格朗日点附近有各种轨道形态：扁扁的丽莎如轨道、优美的光环轨道，还有让人挠头的准光环轨道。但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些轨道从一种跳法突然变成另一种？传统理论说是频率共振，就像舞曲的节拍换了，舞步自然跟着变。然而，这个解释有个硬伤，它根本没法解释准光环轨道的诞生。东北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节拍，也就是共振，而是舞伴之间的互动，也就是非线性耦合。他们在数学模型里引入了一个新系数艾塔和一个分叉方程德尔塔等于0，把平面内和垂直方向的运动耦合在一起，结果轨道的变化就像水流拐弯一样自然而然的出现，不需要假设什么神奇的共振。更妙的是，这个统一方架能一次性解释3种轨道。当艾塔等于0的时候，就是丽莎如轨道；艾塔不等于0的时候，准光环轨道出现。光环轨道则是其中的特殊情况。过去零散的拼图终于被拼成了一幅完整的画。这不仅解决了科学家们7年来的困惑，还对未来太空任务至关重要。想象一下，要把探测器长期放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拉格朗日点，用这个模型就能精准算出轨道，少跑弯路，多省减料。甚至他们还打算把这个耦合分叉理论拓展到别的系统，比如解释为什么人类演化出了右撇子这种对称破学现象。可以说，这项研究不仅是航天工程的福音，更是动力系统理论的一次飞跃。原来，宇宙的舞步并不是靠外部的节奏，而是靠彼此之间的微妙互动。我是于哥，谢谢点赞、评论、订阅，我们下期见。